没经验该怎么找工作？高考季呢也是毕业季，我会出一系列跟未来职业相关的视频。今天呢先来聊一下没工作经验该怎么找工作。家里有亲友要找工作的朋友呢，可以把视频转发起来了啊！绝大部分人找工作第一步就会进入到一个误区之中。大家找工作的时候都是先看招聘的要求，看对方要求什么学历呀、经验啊、技能啊、证书啊等等，对照着自己的条件一项一项去打勾，然后按照要求去投递简历。然后呢，简历投出去一大堆，可能还没有什么结果，大家就会开始得出结论，觉得是自己不够优秀，于是就感叹一句说啊，竞争太激烈，学历都贬值了呀。然后呢，越来越多的人就选择去学历继续深造了，或者考更高等级的证书啊等等，考研考证的人数越来越创新高了，每个人都感觉到竞争压力很大。但是最终呢，找工作的还是那批人啊，越拼学历越拼证书，门槛就越水涨船高啊。但工作呢，却还是之前那些工作，没有变过。所以问题出在哪儿呢？为了摆脱思维定式，我们把招聘市场换成相亲市场。我们想象一下啊，假设你是去相亲的，看到一个相亲启事，上面列明了要求要找年龄叉叉岁以内，身高叉叉以上，学历叉叉以上，工作和收入怎样怎样的一个异性。你一看啊，对方的要求自己全都符合呀，那么你去相亲一定会成功吗？你会发现不是的。那为什么呢？问题出在哪儿呢？是因为收入不够高吗？房子不够大吗？目前呢，社会上很奇怪的一种现象，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，并且广为流传了这么一句话，说啊，人要努力的提升自己，只要自己条件好了，好对象就跟着出来了。现在相亲的那批人呢，就好像坐在跷跷板的两边似的，左边的人觉得啊，我要提升自己，瞄准更高的对象，右边的人也觉得我要提升自己，瞄准更好的对象。最后呢，一看相亲的还是这两批人，所以你们累死自己在玩啥呢？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我们按照信息传递的环节来拆解啊。一个人要找对象，他自己一定会先有一些预期，这种期待呢，可能是想找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人，想找一个情绪稳定的人，想找一个懂得关心体贴的人，等等等等。这些内心的潜在期望，我们给他一个代号，写作信息 A。然而呢，大部分人开始对外传递找对象的信息的时候呢，却把要求细化成了学历、工作、收入、家庭条件等等这些内容。那这些择偶要求我们也给它一个代号，叫做信息 B。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信息 A 和信息 B 它们两个是等同的吗？很明显你会发现不一样啊。但人们一旦陷入思维误区呢，就会过分的追求信息 B 的要求，等到相亲失败的时候，就会猜测是因为我的工资低被嫌弃了吗？是因为我的房子不够大吗？很明显，这样的人忽视了信息 A 是什么，他努力的方向错了，就很难获得理想的效果。那这个逻辑想清楚了，我们再回到招聘市场上，你会发现人世间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。招聘的时候呢，一开始是一个部门的领导觉得他手下的人手短缺了，于是呢就产生了招聘需求。那这个领导心中一定会有一些隐隐的期待，比如他想招一个能力比较强的人啊，来了就能做事的人，最好人品过关，让人信得过的人，等等等等，这些内心的期待，我们一样给他个代号叫信息 A。然而到了招聘的时候，他们不会直接说出这些自己内心的期待，而是转化成了招聘启事上的信息 B， 就是我们看到的招聘启事常规写的学历、资历、技能、证书等等这些要求。当大部分人陷入到误区中，就会只看到信息 B 的要求，然后按照信息 B 的要求不断的去严格要求自己，就会造成一种事倍功半的效果。你费了老大的力气去考研考证，结果呢，发现面试好工作的时候，好像依然很难打动对方。这很正常，因为人家内心真实想要的是满足信息 A 的人，你却在提升自己的信息 B， 这根本就不够针对呀。那看到这儿，肯定会有朋友说了，虚伪，为什么大家都不说实话呢？太虚伪了，有话直说不行吗？很难啊，因为这世界上大部分人都缺少识人的能力。
领导心里想招一个好用的员工，但他没办法识别谁真的合适，就只好靠学历证书做筛选。就像相亲的人心里想要找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对象，但怎么识别呀？不会呀。结果呢，就只能开始改为要求对方收入高一点。那当我们彻底理解了这些，你就应该知道了，找工作的时候，你最好去深入的思考一下，去直指信息 A 的要求。你需要猜测招聘者内心的信息 A。你要知道，招聘方想找的是一个能力、性格都合适的员工，是一个能够让人放心、能够轻松理解领导传达意思的员工，是一个能够主动帮领导省心、省力、省事儿的下属，而不是要找一个简历最光鲜亮丽的人。所以呢，你与其再花好几年的时间继续去深造学历、去补全证书，不如想方设法去证明说，虽然你的学历不是最高的，但是呢，在工作上你是最适合、最能够满足对方真正需求的人。当你能够传递出这种信号的时候，那你就赢了。所以具体该怎么传递出这种信号呢？下面就是本期视频最有用的部分了啊！最基础阶段的做法呢，我有4个建议提给大家。首先，第一个建议，在面试前，你需要先搜索这个公司的情况，对该公司有所了解。我曾经面试过很多人，在过程中呢，我很喜欢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对我们公司有多少了解啊？很多面试者呢就支支吾吾就答不出来了，那很明显说明他们投简历是海投的，然后去面试呢也是来碰运气的，那就会给人留一种印象，就是他好像做什么工作对他差异都不大，他对自己的事情都不上心的话，那么就很难相信这个人以后能够对他手上负责的事儿还能够上心。第2个建议，对面试公司所处的行业做一些搜索，看一下行业的情况，有一些基本的了解，并且呢要在面试中把你自己做到的功课传递出去。这里就可以参考我们的课程《认知世界的经济学》中第3章案例5那一节，是教大家怎样写商业计划书。大家可以按照课程这一节教的思路，去自上而下逐步的去分析的这种思路，去陈述你所做出的思考。那第3个建议呢，是写一封求职信，详细的说明为什么你想要投身于这个行业之中，你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怎样详细的规划的。当你把行业梳理和求职信这2件事都做完之后呢，你就会给招聘者留下一种印象，就是你的求职行为呢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你是为了自己长远的未来而考虑的。那么招聘者才会觉得啊，你是一个有长远抱负的人，你不是仅仅为了找一份工作，仅是领工资而已，你上班摸鱼的概率非常低，你会为了自己的成长考虑，你会通过努力工作来提升自己的经验和技能等等。当招聘者对你形成这种印象之后，自然呢就会更倾向于接受你了。那第4个建议呢，是即便你还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，如果你内心真的无比向往某一个工作的话，那么一定会自发的做一些相关的事情。比如一个想当设计师的人，他内心应该是喜欢设计的呀，那么即便是他还没有工作呢，他也一定会做相应的准备。比如有可能看到好的景色会不断的拍照，看到好的作品会收藏甚至分析一遍，甚至于呢他自己已经开始尝试创作出一些作品出来了。那你要把自己做过的这些事情整理出来，找工作的时候去展示出来，这些细节呢都会让你显得非常的出众。以上呢给大家指了4条非常管用而且有实操性的建议，只要你想做，现在立即你就能去做了，并且可以确定的说，在当前这个社会条件下，当前阶段还是非常管用的技巧啊。但是我还要再追问一句啊，假设未来的某一天，越来越多的求职者都做了同样的这些事情之后，那你又该怎么办呢？别急啊，办法还是总是有的。我刚才提的这4点建议呢，也只是最基础阶段的做法，还有进阶的技巧。比如我在圈子里就写过，以我自己的2次找工作的故事当做案例，我们要分析不同的岗位需要什么性格特质的人，去有针对性的展示自己的特质。这一期的简历面试技巧呢，在圈子里的文章编号为0597，有找工作烦恼的朋友不妨去看一下。最后呢，做个广告，我的粉丝圈子里已经累积了近700篇这样的干货文章，内容包括投资啊、创业啊、房产啊、职业选择，乃至心理成长、如何改变自己的运气等等各方面的内容，会非常的有帮助的啊！大家可以点击我的主页商品橱窗了解详情。好，下课。